你敢相信吗？就在刚刚发布的最新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当英国、美国、澳洲等不少百年名校的排名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的时候，新加坡却出现了一个让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看傻了的惊人现象。新加坡为什么能把两所大学同时送进全球前15，甚至掀起一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集体大爆发？新加坡管理大学在这次排名中直接狂飙100位，重新杀回全球500强。更夸张的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1年之内暴涨253位，直接冲到了全球第266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加坡的所有公立大学正在全线向上突破。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次排名数据的偶然巧合，还是新加坡在悄悄下一盘很多国家至今都没看懂的人才大棋？当全球都在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打破头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的大学越来越强？如果你的朋友圈或者新闻推送里还在讨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年跌到了第10，那我只能说，大部分人都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要知道，在全球前10、前15这个最顶尖的俱乐部里，高手过招，分数的差距其实就在0点几分的伯仲之间。每年因为指标权重的微调产生1、2位的波动，简直再正常不过了。新加坡正在完成一项极其恐怖的进化，它正在从过去的双核驱动全面升级为整个大学体系的集群式爆发。过去一提到去新加坡留学或者提到新加坡的科研，大家脑子里能想到的永远只有2个巨头，那就是国大和南大。其他大学在国际舞台上几乎就像是隐形人一样，没有什么存在感。但你看今年，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一个狂飙200多位，一个暴涨100位，直接形成了一股合力，把整个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底盘托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个国家如果能做到让一批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同一时间节点持续保持高斜率的向上输出，这种体系化的强盛是根本伪装不出来的。新加坡正在用事实告诉全世界，他们的大学教育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培养几个象牙塔尖上的精英，而是要打造一个毫无短板的人才培养矩阵。过去很多亚洲国家的大学结构都很像金字塔，塔尖很亮，下面比较弱。新加坡早期其实也有这个影子，国际声誉主要集中在国大和南大。但这10年，新加坡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不是把所有学校都往同一个模板里塞，而是让每所大学把自己的位置站稳。国大继续扛基础科研和全球学术竞争，南大更强在工程、先进制造、科技创新，新大在金融、商业、城市治理上更贴近新加坡的现实需求。新科大则把设计、工程、跨学科创新绑得非常紧。你会发现，这套逻辑和新加坡经济结构很像，不是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而是每个节点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大学之间不再互相复制，而是在人才链和产业链里彼此补位。对家长来说，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孩子未来的选择不再只是冲最顶尖那一所，而是可以根据能力、兴趣和产业方向进入不同但同样有竞争力的赛道。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变化，今天的大学竞争和10年前已经不是同一套规则。QS 现在更看重的不只是论文和学术名气，还包括雇主声誉、就业成果、国际研究网络、可持续发展这些更贴近真实世界的指标。这背后其实是一件事：AI 时代正在改写企业对人才的定义。过去企业先看你学什么专业，现在越来越看你有没有跨学科能力，能不能把技术落地，能不能在复杂问题里快速协作，能不能真正使用 AI 提升效率。所以新科大的上升特别值得研究。它从建校开始就不是传统大学模板，而是把设计思维、项目制学习、工程训练和产业协同放在一起。很多家长会觉得这类学校还年轻，不够稳，但市场给出的信号很直接，越接近未来工作方式的大学，越容易被重新定价。排名上升只是表面，真正的变化是未来大学的标准已经在变。经常有朋友会问，新加坡总人口才600万，本土市场这么小，论科研资金的绝对总量，它怎么可能跟美中等大国相比？它凭什么还能在国际排名里维持这么高的得分？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设立的初衷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但新加坡的大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面临的现实就是残酷的，本土市场太小了。如果他们只把目光放在这几百平方公里的海岛上，依靠本国的学生和企业，那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新加坡的大学天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人才枢纽，他们可以用最开放的政策、最具有诱惑力的科研环境，去全世界挖最顶尖的教授和科学家。他们可以张开双臂，把全球最优秀、最有野心的留学生吸引到这里，他们更能毫无障碍地参与到全球最前沿的跨国科研合作中。这种国际化和连接感，不是因为排名需要才在后期生搬硬套补上去的，而是从他们建校的第一天起就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新加坡大学每一次在国际排名上的跃升曲线，几乎都和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曲线完美同步，严丝合缝。在过去的20年里，新加坡在国家战略层面重点投入了什么？生物医药、高端半导体、先进制造、金融科技，以及最近几年大火的人工智能和绿色经济。而你回过头去看，这些最烧钱、最需要智力密集的领域，哪一个背后的核心发动机不是这几所大学？这就形成了一个让其他竞争对手羡慕不来的完美正循环。大学的科研方向紧跟国家产业战略，产出最前沿的成果，这导致全球最顶尖的跨国企业更愿意把研发中心和真金白银的投资砸在新加坡，而企业来的越多，给大学带来的研究经费和实习机会就越夸张，这就自然而然吸引了全球最聪明的大脑疯狂涌入。所以，别再把 QS 排名当成一个单纯的教育新闻来读了，这表面上是学校的荣誉，实际上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未来产业能力的提前预告，是折射国家核心竞争力最清晰的一面镜子。在新加坡的战略蓝图里，大学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等待政府拨款的消费单位，而是国家在下一次产业浪潮来临前最重要、最硬核的战略投资。新加坡正在从拥有几所世界级大学升级成拥有一整套世界级大学体系。过去它更像是少数精英大学在带动国家，今天它正在把不同定位、不同功能的大学拼成一个完整的人才生态。这件事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新加坡只有几百万人口，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大市场红利，但它依然能持续生产高质量人才。未来国家之间最关键的竞争，越来越不是土地和资源，而是谁能建立更强的人才系统。如果你是家长，这比单纯看一张排名表重要得多。那你怎么看？未来10年，新加坡会不会出现第3所全球前100大学？你更看好国大、南大、新大还是新科大？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期新加坡教育趋势的内容，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